你有没有想过，人类的基因和苍蝇的基因结合会变成什么样的生物？这种生物在和人类繁殖，又会生出什么样的后代呢？今天这部童年阴影变蝇人一定可以解答你的疑惑。布朗多是一名科学家，他致力于发明一种瞬间传送的机器。在一次科技展览会上，布朗多对记者小姐吉娜一见倾心，他向吉娜介绍自己的伟大发明，但吉娜表示并不相信。眼看女神就要离开，布朗多只能使出大招，邀请她去参观自己的发明。吉娜想着反正看一眼也不损失什么，所以就跟着布朗多来到了一个破旧厂房。可这地方又黑又僻静，吉娜有些后悔，万一这家伙对自己不轨该怎么办？带着忐忑的心，吉娜跟布朗多来到了厂房内。里面摆满了奇怪造型的科学实验品，其中还放着2个造型奇怪的电话亭，似乎也没有什么高科技产品。吉娜来这本来是想挖掘一些大新闻，如此场景让她有些失望，当时就提出来要离开。不过布朗多却拦住了她，还说要让吉娜见识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，那就是瞬间传送器。布朗多向吉娜借用一些私人物品，吉娜笑着脱下了自己的丝袜交给布朗多。布朗多看了眼丝袜，随后就将它放在其中一个传送舱中。等他输入一大串代码后，仪器便开始了传送功能。接下来的一幕让吉娜大开眼界，丝袜竟然真的传送到了另一个传送舱中。没想到布朗多说的都是真的，吉娜凭借着敏锐的专业素养，察觉到这一定是一个大新闻。如果这个新闻是从自己的手中播报出去的话，她一定会成为一线记者。于是吉娜偷偷拿出了录音机，想要录下2人的谈话，但布朗多却并不想把这一发明曝光，因为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科学家。这台传送机器暂时只能传送物品，但他想要传送生命体，只不过这也是任重而道远。可吉娜并不吃他这一套，拿着录音机跑掉了。第二天，吉娜找到了自己的前男友报社老板小白，但小白并不相信所谓的传送器，他认为那个只是布朗多变的魔术。吉娜很明显就是被骗了。正在吉娜想要辩解的时候，布朗多已经追了过来。他得知小白并没有相信吉娜的话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但吉娜还想将这件事告诉军方，见吉娜不死心，布朗多只能邀请她先一起共进午餐，然后再讨论一下传送器的事情。布朗多告诉吉娜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，那就是让吉娜也参与自己的研究，这样一来，吉娜就能全程对布朗多进行采访，直接来一个深度报道。等最后报道的时候，吉娜一定会一战成名。布朗多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其实也有自己的小心思，能和美女相处一定会日久生情的。吉娜思考片刻后，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，最后欣然答应。很快2人便开始对生命体进行实验。第一个实验对象是一只猴子，可在传送过程中，由于各种数据偏差，这只猴子在传送基因重组后变成了一只丑陋的怪物。这一次的实验失败了，布朗多有些灰心。在活体实验上，他已经进行过很多次测试，但他永远找不到关键到底是什么。吉娜为了帮助他排解心情，就和他聊些家常。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，吉娜也被布朗多的聪明才智所吸引，逐渐对他萌生爱意。在这郊外的偏僻厂房中，孤男寡女郎情妾意，2人干柴烈火。在此之后，布朗多的灵感竟然被激发出来，或许应该让电脑了解生命的本性，而不是单纯的进行物质重组。吉娜听不太懂，但她知道自己能帮助到布朗多，也觉得很开心。不久后，吉娜和布朗多在一起的事情被小心眼的前男友小白发现了。小白最近一直在跟踪吉娜，自然没有给她好脸色看。很快，布朗多的实验就取得了巨大突破，他们终于成功传送出一只猴子。为了确保万一，还要送猴子进行检查，如果一切无恙，就表示他们真正的成功了。不过检查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，吉娜想趁着这个时间和布朗多一起去度假。就在这时，吉娜发现了一份杂志，杂志上面已经刊登了传送机器的消息，这就证明吉娜手上的资料并不是独家新闻。吉娜当即意识到这一定是小白在后面搞鬼，于是她急匆匆的和布朗多道别，然后去质问小白。小白表示自己只是想和吉娜和好，虽然小白有些阴险狡诈，但吉娜现在也只能相信他。布朗多这边由于吉娜的离开让他有些焦躁，因为他知道吉娜离开肯定是因为前男友，他担心这2人会不会旧情复燃。几杯酒下肚，人也变得冲动起来，情绪失控的布朗多竟然当即决定进行人体传送实验。就在他走进传送机后，一只苍蝇也飞了进来。传送结束后，布朗多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，但那只苍蝇却不见了。此时的布朗多还不知道苍蝇的基因已经和他合二为一。不久之后，吉娜回来了，她和布朗多解除了误会，但得知他竟然独自进行了实验后，心里难免有些担心。布朗多却告诉吉娜不用担心自己，因为现在的他反应迅速，身体也很强壮。原本瘦弱的科学家现在堪比健身房教练，高难度的体操动作他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。
可缺点就是话变得很多，很喜欢吃糖，性格变得急躁易怒，同时他精力旺盛，体力惊人。和吉娜做运动，一晚上不带停，可吉娜发现布朗多的伤口处长出了一些坚硬的毛发。吉娜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她将毛发剪断留起来，准备去验证一下。但布朗多却觉得自己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，好像传输过后自己得到了进化，甚至还要求吉娜也进行传输，这样她也会进化，就可以和布朗多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但吉娜对此并不放心，布朗多的脾气又管不住了，他一怒之下准备去找一个愿意传送的女人。布朗多来到酒吧，发现了一个落魄小姐，但想要得到小姐的青睐，还得问这个壮汉答不答应。原本大家都不看好布朗多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轻而易举赢得比赛，甚至还释放粘液，腐蚀了壮汉的手掌。小姐十分欣赏布朗多的能力，于是跟他来到了实验室，看见了他的传送器，但他始终认为这只是布朗多的魔术。快活一晚过后，布朗多也让小姐进入到传送器，可看着他粗暴的态度，小姐又有些害怕。就在这时，吉娜赶到，他已经将那些毛发拿去化验，最后得出的结果十分惊讶，因为那些毛发并不是人类的，而是某种昆虫的。可布朗多并不相信他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吉娜因为嫉妒而编造出来的谎言。最后他将吉娜赶了出去，并让她永远不要再来。吉娜很难过，只能哭着离开。等吉娜走了后，布朗多也在镜子中发现自己的异常，他皮肤变得暗沉，指甲也开始脱落。再去查看之前传送的数据，才发现当初和自己一起传送的还有一只苍蝇。传送过程中一人一蝇的基因融合。得知真相后的布朗多十分害怕，他只能打电话向吉娜求助。接到电话的吉娜立马赶到实验室，可当他来到这里，却发现遍地狼藉，而布朗多也变成了丑陋的模样。他将前因后果告诉了吉娜，他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，他希望吉娜能想到办法救救他。面对这样的布朗多，吉娜依旧没有抛弃他，但吉娜只是一名记者，所以他只能去求助前男友小白。小白觉得这可能是某种传染病，让吉娜千万不要再去找他。可吉娜深爱着布朗多，他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当吉娜再次来到实验室，却发现布朗多竟然能在天花板上攀爬，就好像一只真正的苍蝇。吉娜很担心布朗多真的会变成苍蝇，所以她把布朗多的样子录了下来，然后将录像带给小白看。他看到后也觉得十分不可思议，同样也觉得十分恶心。而吉娜的状态变得很奇怪，原来她已经怀孕了，肚子里的孩子正是布朗多的。吉娜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要，生出来的会不会是个怪物？小白安慰她，让她不要担心，还带着她一起去医院进行堕胎手术。但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，因为医生从她的肚子里取出了一只巨型的正在蠕动的蛆。就在这时，吉娜被惊醒，原来只是一场噩梦。之前还在犹豫要不要进行手术的她，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拿掉这个未成型的孩子。在此之前，吉娜再次来看望布朗多，布朗多的脸已经完全溃烂，没了人的模样。吉娜本想将怀孕的事情告诉他，可看着这样的布朗多，他却说不出口。吉娜哭着离去，恳求小白带她去医院进行手术。但在厂房顶楼上的布朗多看到了一切，强烈的嫉妒心在他心中萌发。他跟着吉娜来到了医院，就在即将手术之前，布朗多冲破窗户带走了吉娜。他希望吉娜可以把孩子生下来，可吉娜十分害怕，她担心自己会生下一个怪胎。就在这时，小白找了过来，他带着猎枪想要解决掉布朗多，可小白根本不是怪物布朗多的对手，还被布朗多用毒液融化了一只手臂和一条腿。此时布朗多有了个恐怖的想法，他要将吉娜和孩子还有自己一起放进传送机器，这样他们一家人就会合为一体，永远不再分离。吉娜拼命挣扎，而布朗多最终也失去理智，变异成了一个恐怖的苍蝇人。他将吉娜扔进其中的一个仪器中，自己再走入另一个仪器中。就在仪器即将启动的瞬间，小白挣扎地坐了起来，一枪打断了吉娜那台仪器的线路。布朗多想要走出来，但倒计时只剩下1秒的时间，布朗多被仪器吸了进去，连带着仪器的线路进行了基因重组。等布朗多再次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变异的苍蝇电线集合体。此时的他已经不能说话，他挣扎地爬向吉娜，看着拿起枪的吉娜，布朗多没有反抗，而是将他的枪口对准了自己。他希望吉娜可以开枪，他不想变成怪物苟活于世。吉娜虽然不忍，但他最终还是开枪杀了但吉娜肚子里的孩子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？那就要留在第2部中揭晓了。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呢？好奇的话，记得评论点赞告诉我。这部电影一直是我的童年阴影。小学时看了它，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特别害怕苍蝇。但变蝇人有着除惊悚之外更大的野心，他借助电影特效，真实的表现了人蝇合一所带来的恐怖，还塑造了一个柯南伯格式的典型英雄，将角色兴奋恐惧到疯狂人性回归的过程逐一展现，呈现出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冷静的恐惧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，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。